我能从丧尸变回人。全球90%的人口变成丧尸，我重生后居然可以在丧尸和人类不停变换，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别人得不到的物资，我可以轻易拿到，丧尸甘愿让我拿他们的晶核。对不起，虾头男铁柱，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不能冒险把你放进来，你爱去哪就去哪吧。音容天赋赋予你变化之能。我怎么变成了丧尸啊？我不要变成丧尸，我要变成人啊！结果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发生了变化，直接变成人，但是被丧尸咬破的地方正在飞速流血，变得无法呼吸。念头一转，又变回了丧尸。铁柱想着如何恢复和变强，他的脑海中突然就浮现出了答案：杀死丧尸，用手指刺入其身体，就可以吸取血能和进化元能来强化自己。铁柱找到死去的丧尸，用自己手指刺入丧尸身体。一股如同电流般的能量从食指进入身体，铁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动了2下，只感觉舒爽无比。脖子上的伤口恢复了小半，身体中强烈的饥饿感也消失了，身体力量和灵活度还有小幅度的增强。铁柱走到一个胖胖的丧尸旁，用食指戳了他一下，没有。铁柱绕到胖胖的丧尸身后，抡起锤子砸碎了丧尸的后脑，开始了吸收能量。自己脖子处的豁口很快就恢复如初。在吸取了100只丧尸的能量以后，他感觉自己的速度和力量翻了1倍，最后只剩自己的女友秦岚这一只丧尸。没想到吧，我他妈竟然重生了，拜拜了！解决完教学楼3层的所有丧尸，铁柱一共吸取了249只丧尸，力量和速度增加了2倍多。自己可以自由活动行走了。看来每吸取1只丧尸的力量，自己都会得到全方位的提升。找到了安全的地方，直接变成人形。铁柱感觉自己的力量消失了，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所有幸存的师生赶快向学校门口集合，我们是新北城临时营救队。惨叫声响成一片，救援队全军覆没，死掉的丧尸也已上来。白天能吸收能量，万一有谁在看着自己呢？等到晚上再吸收，自己的能力一定要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即使是自己的父母。晚上吸收完成，铁柱直接去了超市。超市中丧尸的密度有点高，对于其他幸存者来说，这里简直就是禁地，躲都来不及，更别提来这里找食物了。不过这里对于铁柱来说如若无事之境。铁柱想拿到食物就回家看一看自己的爸妈和弟弟。打开单元楼的门，差点和一只丧尸撞个满怀。这不是1楼住着的二大爷吗？铁柱迎面一斧子将二大爷丧尸脑袋劈成了2半。铁柱现在的力量速度总和已经接近4个成人之虎了。走到6楼时，看到自家的防盗门是开着的，铁柱一惊。难道自己的爸妈变成丧尸了吗？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丧尸甘愿让我拿他们的晶核。打他！别打我儿子，别打了，我给你们食物。大哥快看，有肉、牛奶，有压缩饼干，比咱们兄弟吃的好多了。拿上所有的物资，下次我们还来，再不开门就嘎了你们。铁柱来到了学校，要强大就必须要有武器。上次还有很多丧尸没有吸收，一晚上他累计吸收了将近1000只丧尸的能量。他们没有感觉的丧尸身体居然感觉到了剧烈的疼痛，全身的细胞似乎都在碎裂重组。大概5分钟过去，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才慢慢消失。铁柱顿时感觉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自己的五感变得异常敏锐。昨天救援队射击时留下的淡淡的硝烟味钻进了鼻腔，大幅增强，眼中的色彩也变得丰富起来。他抬头竟然看到远处教学楼上正在做运动的壁虎，侧耳竟然能听到旁边教学楼2楼洗手间中滴答滴答的流水声。自己现在是1阶丧尸了，拥有了1万斤力量。铁柱又从救援队身上搜刮了不少弹药和20几条枪，未来他打算在这建立一个幸存者营地，庇护更多的人。铁柱开着车走到一个没有丧尸的路口。小伙子，小伙子，我想跟你换点食物。我看你车上有不少物资，我想用冻肉和你换。我家有冷库，里面全是冻猪肉和冻牛肉，足有几10吨，我们一家人根本吃不了。你能搬多少搬多少。行，好的，我这正好也有不少的牛奶和物资。这回我大孙子终于有牛奶喝了。老婆子，你答应用多少冻肉和人家换牛奶？
这小伙子能搬多少就给他多少，那么一大冷库的冻肉放着也是放着，过2天要是断了电都得臭了不可，留着有什么用？也是，小伙子跟着我来吧，你进去搬肉，把肉搬到门口，我去取推车。铁柱没有多想，走进冷库中，正准备变成丧尸形态，突然砰的一声，冷库的门被老大爷从外面关上。坏了，被骗了，这俩老人居然想害自己。如果门被不小心关上还有情可原，被反锁就绝对是故意的。自己的丧尸形态力量超过1万斤，不怕打不破这扇金属门。可是他刚抬起手，发现自己动作僵硬迟缓。糟糕，他没想到丧尸在寒冷的状态下，力量和速度居然降低了这么多，感觉和自己的人形态差不了多少。铁柱想了想，蜷缩着躺在门口，假装被冻死。这小后生还是太嫩了。这下咱孙子有吃的东西了，乖孙子，快来喝牛奶，这是你以前最爱喝的沙雕3鹿牛奶。哎，乖孙子变成了丧尸，不喜欢喝牛奶了，他喜欢吃人，咱们得给他抓几个人来吃啊。过一会儿，冷库里那个小子动不了的时候，把他拖出来扔到屋子里给咱孙子玩。你悠着点，上次那个小女孩被你冻死了，咱孙子都不爱吃了。放心，这次不会的。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丧尸甘愿让我拿他们的精核。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坏人放进来，害了你。末世下人心都变了，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坏人变成了恶魔。我走以后，你们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教训，小心一些。你坚持一下，等铁柱回来，他会有办法的。家人呐，你快点去冷库把人拖出来吧，他这一天了，这要是把人冻死了，咱孙子吃啥？铁柱出了冷库几秒钟的功夫，身上的寒气消散，身体力量迅速恢复。他猛地跳起，抱住干瘦老头，将他勒晕过去，又近无骨找到白袍，被铁柱一拳打倒。小伙子，这都是个误会，我这不是让老头子把你放出来了吗？对，这都是误会。我看你身上带着把斧子，以为你是想要抢肉的坏人，就把你关在了冷库里。哼，你俩还是好好陪你的孙子吧。铁柱啊，你可算回来了，你爸爸快不行了。叽里呱啦稀里哗啦说了经过。爸，快吃了这些变异金核，能救命。林父一听变异金核，回忆起那种舒爽的感觉，眼睛一亮。变异金核入口便化成一股能量，流入林父的四肢百骸，修复着他受损的内脏。我感觉自己的伤全都好了，这变异金核真是太神奇了，感觉自己年轻好几岁。哥，变异金核还有吗？给我也来几颗，我这胳膊断了也难受。我去，果然是入口即化，胳膊全好了。我这金核有很多，你们快吃。哥，吃不下去了，感觉身体中能量饱和了，再吃这东西就像吃石头一样。一会儿咱俩下楼，你用枪把他们4个都嘎了，我处理声响引来的丧尸，你敢不敢？敢，我算是看透了，有些人比丧尸都该嘎。这次要是没有哥你带回来的变异结晶，咱爸就嘎了。楼上那老太太炖肉还真好吃啊，我又馋了。我看你是饥不择食，是馋那老太太身上的肉了吧？小胡，你别嘎了他们，打腿就行。哎呦，疼死我了！2位爷爷们，饶命啊！我骨头被打断了。小胡，你回家就行，剩下的我来。爸妈，你们运动完了？林父老脸一红，林母捋了一下鬓角秀发。运动完了，你爸他快着呢。你哥呢？他在楼下，我哥说他有办法处理。很快，几人被丧尸淹没，铁柱手起斧落，涌过来的大量丧尸没有一个存活。不一会，他身边的丧尸尸体已经落成了小山，枪声吸引过来的丧尸都被他嘎了。今晚收获不错，总共获得312颗变异金核。铁柱，那王家4兄弟呢？那整整齐齐都在这呢。哼，嘎得好，这种人不早点嘎，会害更多的人。对，今天这心情大起大落的，心里和身体都受不了。他爹赶紧进屋过来睡觉呀。
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丧尸甘愿让我拿他们的晶核。下一个目标就是最快速度将人类身体升级到1阶进化者，将丧尸身体提升到2阶丧尸。这吸收了312颗变异晶核，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看来得出去接着找变异晶核。来到丧尸最密集的地方，拿起铜锣敲了起来。各处的丧尸纷纷跑向操场中央。操场上，消防斧砸碎脑壳的咔咔声响了3个小时，直到早上4点多钟，天色放亮时才停了下来。工作完成了一半，2000颗变异晶核到手，2000只丧尸的血能吸收完毕。就在铁柱得意之时，突然感觉一阵心悸，后颈上汗毛竖起。他猛地转头看向楼顶，那里不知何时趴着一个2米多高的庞然大物。那是泰坦丧尸，不知道不嘎同类这套丧尸世界的潜规则，在这只泰坦丧尸身上是否有效？泰坦丧尸走到铁柱跟前，眼睛注视着铁柱，用眼睛注进行精神交流。铁柱似乎读懂了他眼神中的含义，他在质问自己为什么嘎了这么多同类。泰坦见铁柱不回复自己，似乎更加愤怒，他用一只手弹向铁柱，忙一斧子打了一下，啪！铁柱被弹飞了4、5米，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铁柱虽然受伤，他感觉得到这只泰坦并没有想打自己，他只是想教训自己一下而已。泰坦来到铁柱跟前，继续用目光和铁柱交流。不要再打同类了，吃到一些血肉生命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朝铁柱勾了勾手，转身离开。这是想收自己当小弟，让自己跟着他走啊！仅仅2分钟后，来到了名为安全区的建筑旁。这应该就是救援队提到的安全区了。室内里面全是疙瘩和被困的人。泰坦感受到了铁柱情绪的变化，心中有些得意，继续用眼神交流。这是我的收藏品，我吃掉了他们的身体，留下头做纪念，吃掉他们才能强大。这个畜生，再看看他要干什么？来到一处超市面前，它很美味。这不是李薇薇吗？这个泰坦丧尸竟然让自己吃人！水落铁柱一斧子砍向2阶泰坦丧尸的脖子。荧光好人回响。一声，直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铁柱也因为自己伤势过重，直接栽倒下去。李薇薇想到这只丧尸是为了救自己才变成这样的，她咬了咬牙，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引导着自己的血流入丧尸的口中。沉睡中的铁柱突然有了意识，他感觉到有温热香甜的液体流入了自己的身体，他干枯的身体又有了活力，缓缓睁开眼睛，第一眼便看到脸色苍白的李薇薇正举着流血的手臂给他喂食。铁柱心中一阵感动，自己终究没有救错人。你不会说话吗？我叫你丧尸哥哥好不好呀？谢谢你今天救了我。居然这么大！普通丧尸的变异晶核只有米粒大小，这个葡萄大小的还是留着给自己的人类身体服用吧。全球90%的人口变成丧尸，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铁柱将手指刺入泰坦丧尸的身体，过电感般的感觉充斥着他的全身，除了能量之外，也在抽取泰坦身上某种天赋能力。铁柱感觉获得了可以控制骨刺生长的能力。泰坦丧尸的前兆就是骨刺，无法收回。自己的骨刺却可以在用的时候长出，不用的时候收回，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变换形态。骨刺尖头刺眼的光，证明骨刺上拥有连丧尸都能麻痹的巨毒。这抽取天赋能力的功能简直逆天，有这能力在手以后，自己在丧尸圈还不是横着走？铁柱抱着李薇薇回了家，一家人看到铁柱抱有人进来，都过来查看。呀，小子，这不是你们学校的学霸李薇薇吗？你怎么把人家带过来了？他的家人呢？他的家人都过世了，就在上次我提到的救援队覆灭那件事中，之后把他藏超市了，今天才就回来。铁柱，我怎么在这里？早上去看你，发现你倒在大教学楼1楼的茶水间中，就把你带了回来。
紧急播报！紧急播报！魔都出现了大量高级变异丧尸，军部准备在10天后，也就是7月15日，对魔都进行核打击，其魔都及周边幸存者尽快撤离。铁柱心中有了一个猜测：黑雾来临时，所处的位置越高，吞吸的黑雾越多，变异成高阶丧尸的可能性就越大。魔都是龙国最发达的大都市之一，摩天大楼不知道有多少，变异而成的高级丧尸肯定更多更强。妈，我要出去再弄一些变异晶核。铁柱控制了手臂上的火刺，让它长成带着倒钩的形态，刺入一只丧尸脑壳中，长出一把，直接将变异晶核带了出来，伸手接住，揣进兜子里。没想到自己设想的高效率取晶核工具这么快就有了，这回挖取变异晶核的速度翻倍了。这次总共获得4500颗变异晶核，自己只需要600多颗变异晶核就能升级到人类1阶进化者，早就攒够了，得先找个地方完成升级。吃了400颗变异晶核，有了上次丧尸形态进阶的经验，这次进阶人类形态有了准备，没有被疼痛击倒，只是平静地躺了10分钟。铁柱感觉自己各方面身体素质的提升幅度和丧尸形态进阶1阶时提升的幅度差不多。预计这种普通的变异晶核，自己要吃上10万颗才有可能进阶到2阶进化者。如果是吃1阶丧尸的，1000个就可以让自己进化。要是2阶丧尸的变异晶核，只需要10颗就能让自己进化到2阶。铁柱又拿出了泰坦进化者的2阶变异晶核扔进嘴里，变异晶核化成一股极为精纯的能量，瞬间充斥全身。吸收完2阶变异晶核，铁柱的力量增加了1000斤左右。你个死胖子，别浪费粮食了，把它给我扔出去，去死吧！你们太可恶了！我救了你们，给你们食物，收留你们，你们却这样对我。傻帽，拜拜，去死吧你！我就是成为丧尸也不会放过你们。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别人得不到的物资，我可以轻易拿到。丧尸甘愿让我拿他们的晶核。救命啊！谢谢你救了我，谢谢大佬，大佬你是进化者。大佬，你为什么要救我？只是想给不甘命运的灵魂一次重生的机会。大佬，我要去复仇，请您借我一把武器。哦，以你现在的体格，你能打过他吗？你我有缘，这是100颗变异晶核，你吃吧。刘胖子毫不犹豫地将变异晶核塞进嘴里，变异晶核化作能量进入他的身体。刘胖子一阵呻吟，单身多年的他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滋味，身上一阵麻痒，里里外外的伤快速好转。开门！你们的爷爷回来了。死胖子，你不是被扔下去了吗？你怎么还活着？绳子挂住了阳台，把我甩到了楼里。楼里不知为什么没有丧尸，我还找到了一大袋子食物。他有食物，快开门！我漂亮吗？你喜欢我吗？只要你不嘎我，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咔嚓咔嚓，一斧子砍碎门锁，踹开门来。只见里面的中年人正拿着一把左轮手枪指着自己。你很不错，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些废物死也就嘎了，以后就跟着我吧。咱们2个人需要的食物更少，生存的可能性更大，你觉得怎么样？我有要追随的人了，况且你也不配让我追随。砰！中年人果断开枪。刘胖子见中年人手指一动，他向右一闪身，甩出了手中的消防斧，消防斧扎进了中年人的胸膛。刘胖子倒在地上，正用手捂着颈部大动脉，可鲜血还是从指缝中往外喷。大哥，下辈子我再跟你混。铁柱有些感动，这个胖子真是个实在人，还是要帮一帮他。他从兜子里拿出纱布，按在了刘胖子的伤口上，又掏出一把变异晶核塞进了刘胖子的嘴里。变异晶核化作一股精纯的能量，帮助刘胖子修复颈部的伤口。不一会，伤口的血就止住了。刘胖子感觉自己又一次如获新生。大哥，我刘启明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给我搞这种礼节？要是有人看到，还以为你在向我求婚。你的命还是你的，我只需要你和我一起在这末世结伴生存。我要在这新北城建立一座幸存者营地。好的，大哥，我的命都是你给的，我听你的。走，前2天发现了一个储存冻肉的冷库，那
那边有一个小兄弟在守着，我先送你去那里和他作伴。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这是钢叉和头盔，防爆盾牌你都带上。外面是3只丧尸。好的，大哥。这死胖子力气出奇的大，今天又吃了100颗变异晶核，身体各方面技能翻了1倍，力气更夸张了。袁胖子冲过去，一脚将丧尸踹到墙上，消防斧斜着劈开丧尸脑壳。大哥，这是3个变异晶核。这变异晶核不能直接吃，这里面有丧尸的血毒，记住了以后只能吃我给你的变异晶核，由我处理后统一分配。这件事要保密。广播里好像说吃这东西有可能有后遗症，难道大哥有进化的方法？大哥就是牛逼。小狼给你带来个兄弟作伴，你再忍几天。这是新加入的伙伴，叫刘启明，你得叫他刘哥，外号叫熊哥。刘哥，我叫练习生，你叫我小狼就行。铁柱手上的骨刺刺穿一只丧尸的头颅，拔出骨刺时带出来一颗变异晶核。这招骨刺取晶核，铁柱重复了数万次，成功率已经达到了100%。接下来的几天，铁柱到处游荡，灭掉2万多只丧尸。夜晚，铁柱抬头看月亮，黑色的陨石坑让他想起了黑雾。他绝不相信黑雾的出现是因为地球冰川融化等原因导致的。黑雾能够如此均匀的同一时间席卷全球，就是一个大问题。他觉得黑雾的出现更可能是某些超越人类无数倍的强大势力在地球上搞事情。阴阳天赐予自己变身之能，也一定有所图谋。自己以后一定会找出原因。突然，原本月朗星稀的天空变得一片漆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铁柱身上也出现了异常，他感觉自己体内冰冷的尸血竟然开始躁动。嗷嗷嗷！场中所有的丧尸仰天发出兴奋的吼叫。城市的寂静被打破，无数幸存者从睡梦中醒来，吓得瑟瑟发抖。铁柱立刻意识到什么，黑雾再次降临了。爸妈，黑雾再次降临了，关好所有门窗，门窗的缝隙全部用胶带粘好，封闭所有排气管道，包括油烟机和空调。铁柱抱起一堆被褥，带着他们2个来到冷库门口，打开冷库的门说道：“快点进去，别磨蹭，在里面好好待着。黑雾过去以后，我来给你们开门。”然后他变成丧尸形态，奔向城中最高的建筑30层的辉煌写字楼。嗷嗷嗷！他无法抑制发自灵魂的本能冲动，狂吼不止。快，立刻广播通知所有外出执行任务的小队就地躲藏。将军，通讯中断，无法联系。他们完了，没想到黑雾居然2次降临，有多少人外出未归？报告所长，还有2531人未归，其中包含330名研究所内部人员，150位丧尸猎人，剩余都是外出搜索物资的幸存者。黑雾再次降临，还好我们提前做了布置，不会出现太大伤亡。黑雾降临到铁柱头顶，铁柱仰头张口吞吸，一大口黑雾吞入腹中，获得的能量如同吸收了10几颗变异晶核。这一刻，铁柱只恨自己的肺活量太小，一口一口吸得太慢。直接打开口，他吞吸黑雾的速度越来越快，他的头顶逐渐形成一个黑雾漩涡，搅动着周围的黑雾向着这里汇聚。铁柱吞吸5分钟之后，感觉到身体中的能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丧尸居然能生1万个孩子，还有性别之分，还能诱惑人。如果你可以从丧尸和人类随意变换，你要怎么做？书接上集。10分钟以后，黑雾渐渐消失，铁柱吸收完黑雾，同时脑中大量记忆涌现。这是宇宙高等文明才有的传承记忆。他躺在地上，抱着脑袋，忍受着大量信息冲击脑海带来的炸裂感。尸魔族从死亡中诞生，将一切生命转化为同类。哦，原来丧尸属于尸魔族，可尸魔族又是什么？大量关于尸魔族的记忆涌入脑海，这些记忆全都是关于自身进化、变强、战斗技巧方面的内容，具体要一点点消化。紧接着，那个属于阴阳天的声音也在脑海中响起：阴阳平衡，宇宙长存。一句没头没脑的话，阴阳天与自己联系的信号是不是不太好？原来丧尸也是一个种族，准确的说，进阶到2阶的丧尸才被承认是尸魔族，并且拥有传承记忆。接受了尸魔族的传承记忆之后，铁柱才认到这场丧尸危机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可怕。丧尸居然是能够传承记忆的强大种族。
那是飞行丧尸吗？看来也是刚刚进化完成的，那就拿来它直接抽取晶核。铁柱找准机会，直接一个长矛嘎飞行丧尸。自己到2阶丧尸了，为什么会飞？对了，吸收身下这只飞行丧尸自己就会飞了吗？铁柱将手指刺入身下飞行丧尸的身体中，力量涌入身体，全身心感受着天赋能力的抽取进度。铁柱身后一宽大的羽翼突然长出来，呼的一声，他身体射入云层，云雾翻过间，距离地面已然不远。一切都是值得的，乘风飞翔的感觉真是爽爆，真是 YYDS。以前玩什么游戏，铁柱都喜欢弄一双翅膀，这回圆梦了，有了真正的翅膀，可以随意飞行了。看来刚才这个嘎的丧尸是他的老公啊！后5飞行丧尸不敌，摔倒在地，铁柱跟着落下。没想到这只飞行丧尸落地后，竟然斜坐在那里，摆出一个自以为妩媚摇人的姿势，眨动着白色的丧尸眼，与铁柱进行精致交流。你想不想要我？我没了男人，你又那么强大，我以后就跟你了。抱歉，真是无福消受。解决了飞行丧尸，吸收了丧尸，又吸收一点尸魔族的传承记忆，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丧尸打到2阶居然就有了性能，而且还能繁衍后代。也就是说，丧尸来源方式不只是转化人类，他们还能像人类一样自行繁衍。对了，冷库里面还有2个人呢。打开门看到大熊抱着小狼冻得瑟瑟发抖。大，哥，黑雾过去了。大哥，你再不来，我俩就真的凉了。太大眼睛了，你俩能不能换个姿势？大哥，你是没挨过冻，不知道哪个姿势热乎啊。再说，我们也不想这样啊，可是我现在动不了，下不来了。小狼，你还感觉委屈呢？你坐在我腿上是挺热乎，我坐在冰凉的地上，裤裆里的鸟都冻成冰棍了。吃了变异晶核，你们就恢复了。之后咱们去找一些武器。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丧尸该问让我拿他们的晶。前面是个1阶丧尸，有万斤之力，你们想办法拿了他。大熊像以前一样，准备撞飞领头的丧尸。防爆盾撞上这只丧尸，他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大熊被撞飞出去。小狼开枪也没能将其嘎了，也被一掌拍飞。铁柱无奈直接一个鼓枪嘎了丧尸，取出了变异晶核，来到安保公司库房。出发！清风小区6号楼6单元。好嘞，大哥，你在上面站稳了。铁柱，这就是你经常提到的大熊和小狼吧？对，就是他们2个。后天小狼和胡子吃够1000颗变异晶核，就会进阶成1阶进化者，拥有万斤巨力。到时候你们2个负责清理周围的丧尸和寻找食物。等下周一大熊也成为1阶进化者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搬家。新家的位置我定在了这里。黄翔厨师挖掘机技术学院，这地方可以啊，距离我们这里只有4公里。校园面积大，围墙高，关键是他们主打烹饪和挖掘机驾驶，有很多冰箱、冷库和地窖，储存的食物肯定不少。你们先休息，我要出去再找晶核。铁柱从丧尸头顶飞过的一瞬间，直接带走了丧尸的变异晶核，丧尸一排排整齐的倒下。有了翅膀就是不一样，这个效率比在丧尸群里饥渴快多了。吆喝，2阶爬行者。看来今天自己的人类身体进化2阶进化者有望了。解决了爬行者，找到安全的房间，拿出晶核，1颗2阶变异晶核，230颗1阶变异晶核，5万多个普通变异晶核，吃掉所有普通变异晶核，铁柱顺利突破成为2阶进化者。突破之后，铁柱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力量，一拳打在了水泥柱子上，楼房突然坍塌了。看来自己的力量大概翻了5倍，从1万斤增长到了5万斤，反应能力翻倍，
身体强度提升了一大截。现在的手枪子弹已经不能对自己造成伤害，突击步枪也只能擦破自己的皮。转眼2天过去，到了小虎和小狼突破成为1阶进化者的日子。昨天网播上说，人类进阶到1阶进化者有1/1000的几率觉醒异能。大哥，你觉醒异能了吗？还有这回事？觉醒的异能每天能开启1次，持续时间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看个人实力。广播上说异能是多种多样的，具备异能的1阶进化者实力远超同阶。哈哈，我终于成为进化者了，我感觉我好像觉醒了异能。我也好像觉醒了异能。你们就别好像了，出去试试。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小虎双拳紧握，气势不断攀升，周身似乎有无形气场在波动，头发根根立起，双眼变成蓝色，眼中有酷似蓝色火焰的光芒向两边眼角的方向燃烧。这时2只丧尸冲了过来，小虎对着2只丧尸伸出双掌，2道手棒粗的光束从他的手掌射出，正中2只丧尸的胸口，2只丧尸被轰得渣都不剩。胡子哥的异能好像是收音机中提到的元能冲击，这威力也太大了吧，赶上人形火箭筒了，我为啥没有？小狼，该你了。这小狼的异能是极速，这得有同阶10倍的速度啊。他们都有异能，我为什么没有异能？大哥，停水了。水深多少了？大哥，大概2米深了。可以了，能起到护城河的效果了。咱们储存的水也就够支撑个把月的，叫兄弟们省着点用。小宝贝儿，要是没水喝了，哥哥就吸干你们的血。老二，拉10头牲口出来，把他们绑在外围的木桩上，明个一早用他们吸引丧尸。兄弟们，明天加把劲，明天就是你们2哥成为进化者的日子了。兄弟们加油干，咱们赶上好时候了，这是咱们的时代。兄弟们，去抓诱饵。别抓我，我是明星，你们对我做什么都行。别抓我，我年轻力壮，我可以干活，我能挖好沟。我在瑞士银行有1吨黄金，我在国内也有几个亿的存款，你们放了我，我都给你们。嘿，你那些钱是能吃还是能喝啊？都抵不上一个馒头，把它拉出去喂丧尸。等等，我是新北城首富，在新北城附近有一座煤矿，曾无意中挖通了新北城附近一座地下武器库，就在附近一个防空洞中。放了我，我就告诉你们武器库的位置。等一下，我好像也有异能。大熊酝酿了一会，身上无形气场升腾，脚下的尘土被吹到一旁，形成了一个圆环，头发立起，眼中红色火焰向2旁眼角燃烧。这特喵的不是超级赛亚人吗？大熊进入异能状态之后，皮肤颜色变成了有着金属光泽的颜色。他向前跑去，用肩膀撞在了一堵砖墙上，轰隆一声，砖墙被撞出一个大洞，大熊直接冲了过去。大熊的异能是铜皮铁甲，普通和1阶丧尸伤不了他分毫。今天大熊突破，咱们新加入的毒蛇也快突破了，咱们的幸存者营地也该建立了。大家一起想个名字吧。只因太美营，华强买瓜营，豺狼虎豹营。我有了，就叫神风营吧。这个好，那就叫神风营。名字有了，咱们再定几条规矩。第1条，营地人员收获的变异金盒必须先交给我，然后由我统一分配，我不再石油微微负责分配。原因大家都知道，未经进化的变异金盒吸收多了会影响进阶。第2条，幸存者营地不是收容所，不养闲人，除非有人供养。上交物资或者劳动都能兑换积分，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物资。第3条，营地实行等级制度。第4条，营地适用龙国基本法，不得恃强凌弱。今天任务相对简单，就是封住小区的2个大门，清理小区10栋楼内的所有丧尸，收集小区内1家超市的所有物资。各位小队出发吧。铁柱看护李薇薇突破成为进化者，而李薇薇也有异能是控火。小圆圆则是觉醒了千米感知技能，可以不打扰对方问出对方的秘密和所思所想，简直就是神技。3天后，营地扩充已经有了30人，毒蛇也突破了，而他觉醒的异能则是控水。现在铁柱终于清闲下来了，再也不用当保姆，每天出去为全家人找食物了。中国长河军部8月3日对魔都进行核打击，99%的丧尸在核打击中被消灭。
会被消灭的丧尸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其中某些个体极其强大，龙国现有的手段无法将其杀死。目前长河军区后撤300里，魔都已经成为充满强大丧尸与核辐射的人类禁区，请所有幸存者不要靠近。看来必须要搬家了。站住！我派人观察你们好久了，你们要跑可以，留下你们的女人和食物，还能给你们一条生路，不然你们就全都去嘎吧。兄弟们，给我嘎了他们！好看的女人和食物全部留下，男人和孩子全部处理。爷爷们，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我还有好多女人和食物，你只要放了我都给你们，我都给你们。你没机会了。将其围堵所有的人都嘎了，因为声音太大，引来了丧尸潮。几秒过后，尸潮与车队的防御圈碰撞，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丧尸，目测足有4、5千只。40对4000还是有难度的，大雄，该你上场了。大雄从一辆卡车下面抽出了一把4米长1尺宽的大刀，抽了一时，整个广场都随之震了一下。他双手握着大刀刀柄，猛地抡了一圈，几十只丧尸就被劈成2半。大雄哥威武，大雄哥的大刀牛逼，大雄哥加把劲，兄弟们全靠你了。车队安全抵达了黄象学院，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过去，握住铁柱的手，激动地说道：首领，你终于来了，这些都是神风营的兄弟吧？都里边请。这些都是学校中的老师和学生，都已经加入了咱们神风营，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咱们要一起在这末世建设新家园。学校有大型宿舍、运动场、别墅、教学楼，有10台挖掘机和几十台工程车辆，有焊工器械、车床，有一定的制造能力。学校也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我们甚至可以制造简单的武器。很好，所有人全部加强防御，整顿所有物资，防止被人偷袭。铁柱在走路的路上多次感觉到了有人窥视自己，从校园外开始到走入校园内，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几秒钟的功夫，从3楼直接爬到20楼上的楼顶。铁柱站在楼顶向城区内观望，窥视感立刻消失了，这更加印证了铁柱的猜测。西城区内，距离校园10里外一栋25层高楼的顶楼上，一个拿个狙击枪、眼神冰冷的中年人紧紧靠在窗边的墙上。感知这么敏锐，我用眼睛余光查看，这人都能感觉到，得和大当家说一声了。老大想要称霸新北城，就得先灭了神风营。混进神风营里的内线说，神风营底子不错，他们4个队长都是进化者，而且都觉醒了异能。他们的首领铁柱实力更是深不可测，疑似是2阶进化者，所以咱们要选择逐个击破。咱们找到了武器库，进化者又能怎么样？还能刀枪不入啊！一梭子子弹打过去照样完蛋。那就先灭了毒蛇和小狼。根据情报，他们2个去找物资了，你们分别行动，速战速决。我操！你们要过来啊！大哥，我带来的人都没了，车也被炸毁了，有10多个人拦路伏击我们，他们的装备非常好。没事，谁也没料到车队会被偷袭。刚刚我过来的时候碰到了2个敌人，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来历，我把其他人已经全部解决了，物资和武器我也派人拉回来了。二首领看着自己的车被铁柱后来支援的人开走，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他妈的，嘎了12个人，武器装备都被捡走了，车也被开走了，只嘎了他们10个人，算起来这一波还是咱们亏了。另一边的毒蛇也被偷袭，只是他侥幸逃脱。哎，不对啊，这应该是水往低处流啊，这怎么还上来了？救命啊！救！这他妈不科学，一定是异能者！大家好好观察一下4周，找到那个异能者，把他干掉，我们才能得救。今天就用你们试试我这极限到底在哪里！你们嘎了我们那么多兄弟，今天你们一个也别跑！水流，大水壁。
别打我，我没杀过你的人，我把子弹都打在墙上了，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付我们？我们是囚徒营的，营地总共有125人，我们首领要称霸新北城。你们神风营发展的太好了，拦了我们的路，所以要消灭你们。二首领带着10几个人去袭击你们另一支外出的队伍了，首领还在你们的营地中安插了1名奸细。我操！毒死之后，飞快地赶回营地，看到小狼没事便放下心来，毒蛇和铁柱讲完所有经过，铁柱才知道营地里面居然还有他们的内应。小圆圆，你发动神级异能问心，将营地里除了几个信得过的人都问一遍。最终找到的那个奸细是3天前刚加入进来的电工老周，这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一副老好人的姿态，结果却是一个抢劫犯。混进神风营这个时间，用往墙外扔纸条的方式传递出了大量信息。小圆圆也从2人身上问清了敌人的人数、营地情况、人员实力、活动范围，以及他们找到的那个武器库的位置。今天我们的车队被囚徒营偷袭，我们没了20个同伴。我宣布为神风营牺牲的同伴，其家属由营地免费供养。我们抓到一个人，从他的口中得知，在我们的营地中还有一个奸细。毙了他！胡子、大熊、小狼、毒蛇挑选出30名战斗人员，分发装备。我会通知你们，咱们一起去偷袭对方的营地。大哥，除了郑建国，老三那队人的尸体都找到了，车被开走了，他们的武器也被拿走了。这小子要是被抓，肯定把咱们卖得干干净净。这么多人，这么好的武器，还是事先才好点偷袭，结果还打输了，最后就跑回来。你们2个异能者能力诡异，确实不好对付。老三那一队是怎么回事？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打斗痕迹，他们身上的伤像是从高空掉下来摔的，又被人头部补枪。还有一点非常奇怪，他们所有人都有溺水的迹象，我怀疑也是异能者做的。老二，把这些天获得的变异净核给兄弟们发下去，1人100颗，留下几个职业的，所有人都去睡觉。晚上12点，咱们所有人一起出发偷袭神风营，一举灭掉他们。我能从丧尸变回人，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丧尸甘愿让我拿他们的晶核。晚上铁柱变成丧尸形态，拿出了50颗手雷。自从挨了一发火箭弹后，他就有了主意，自己的飞行能力结合手雷，不就是轰炸机吗？来到别墅区，打开拉环，所有的人还没有睡醒就被炸得支离破碎。铁柱往第3栋别墅里扔完手雷，第4栋、第5栋别墅的灯已经亮了，可他突然看到第5栋别墅的楼顶上站着一个肉山一样的光头大胖子。这个光头大胖子正盯着自己，手里拎着加特林。铁柱只感觉头皮发麻，全身都在一起。跟着下山的铁柱直接受伤，铁柱不生反向，落入地面，变成了丧尸。你看你长得这个病，好像上天。是你们白天遇到的飞行丧尸吗？会扔手雷，还能变成一行狼人。飞行丧尸有这么高的智商吗？会扔手雷了吗？他在哪弄到的手雷呢？上午我们外出阻截神风营小队时，带了2箱手雷，丢了1箱。那些手雷应该是落到了神风营手里，怎么会又跑到这只丧尸手中？这只丧尸明显具备人类的智慧，这难道也是某种异能，让人变成丧尸的异能吗？变成丧尸是不可逆的，收音机上从来没说过有这种能让人变成丧尸的异能。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了一个大敌，今晚的计划取消。这次自己的特殊能力肯定是暴露了，敌人有点脑子就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必须得把这伙人嘎光，把自己能变身的消息捂住，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最好自己一个人就把事办了，否则能变身的是传到神风营这边就麻烦了，也不能为了灭口嘎了自己人啊。个人实力上，短时间内已经无法再提升了，无论是进化者等级还是尸魔等级，都只能停留在2阶。新北城这个小地方资源有限，很难诞生3阶个体，那就去武器库搞点武器，加上我有飞行能力，那不就是一个武装直升机吗？来到武器库，有火箭筒、迫击炮和6管旋转机枪，以及各式地雷手雷。军械库的规模超过了铁柱的想象，这里的各类枪械足有上万。可洞口只有那么大，自己只有2只手，一趟拿不了多少。唉，要是有个储物空间就好了。检测到宿主生物能满足阴阳天智能系统最低功率开启标准，开启后可获得10立方米存储空间。是否开启？开启，开启。咔嚓，铁柱头脑中像是有什么东西碎裂了，之后他的脑海中多了一些信息。星域重置启动，开始自检。人族阴阳天专属智能生命
负责帮助宿主在生活、战斗等所有领域进行辅助运算和推演，是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所有智能产品的终极替代体。宿主生物能水平只能满足最低功率运行，加载基础知识库无法开启信息库，无法连接虚拟宇宙，只能维持最低级别的战斗辅助和生活辅助。环境检查只能检测到宿主1000米范围内的事物，发现宇宙低等文明军械库，发现低龄级金属，发现宿主第2形态为魔族高等种族之尸魔族。这不可能，在宇宙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没有人可以从尸魔族变回人族，阴阳天的不朽强者也做不到。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被一只丧尸咬伤，晕了过去，起来时就可以在人类和丧尸之间切换了。那你真是厉害啊！可能是你运气好，也可能是你与众不同，反正你牛逼。星宇，阴阳天是什么？阴阳天是人类族群3大势力之一，爱好和平，不喜争斗。阴阳天3000核心成员都吸收了变化神石，拥有变身的能力。很多成员利用这个能力，间接控制着一个族群，身份尊贵无比。小子，你的情况不太妙啊！你太弱了，却又意外得到了人类文明最顶尖的传承，被强者发现，恐怕会干掉你，抢夺传承。实在不行，我主动把传承送出去保命不就完了？不，变化神石与你的灵魂融为一体，只有嘎了你，才能夺走神石。目前你太弱了，没事的时候我会尽量保持静默，节省能量，为你提供最低标准的辅助功能。还有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初级的阴阳天智能每隔一段时间要往总部同步一次位置，换算成这个星球的时间就是2年03天。我阻止不了位置同步，也就是说3年以后我们可能会有大麻烦。哦，有麻烦就解决呗。对，就喜欢你这种很光棍的样子。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谁找咱俩麻烦，咱俩就干谁。大哥，您这么威武，小弟愿意追随您。1号过来了。待到黑点近些，铁柱才看清这家伙根本不是用脚在跑。老大，这几天都有凭空自己人互相伤害的事情发生，有一次还是小狼和李薇薇被控制了，险些出了事情。星宇，这是怎么回事？听起来像是精神力控制。人类和尸魔族都有精神力强大的个体，他们被称为精神掌控者。在人类中，这种个体更为稀少，能控制1阶进化者的，至少是2阶的精神掌控者，大概率是丧尸。精神掌控者的精神力攻击范围有多远？这跟对精神力的控制程度有关。2阶的精神掌控者精神力攻击范围大概在1公里左右。晚上你变成丧尸去引诱一下。精神掌控者一般都是处在队伍的领导地位，喜欢收小弟。又要给丧尸当小弟吗？星宇，精神掌控者真的会出来收我做小弟吗？在当前环境下，有 86.57% 的概率会出来。到时候你先假意顺从，然后再偷袭，大概率会成功。偷袭成功，你吸收了他的能力，你就是精神掌控者。变化神石和尸魔结合，竟然具备这样一天的吞噬能力，这么搞下去，你迟早会成为全能尸魔。铁柱直接变成普通丧尸模样，在大街上找了1个多小时。你在找什么？找食物，我饿了，想找些吃的。大哥，您这么威武，小弟愿意追随您，只求您管饱就行。精神掌控者从粮仓上跳了下来，跳到铁柱跟前。铁柱刚要偷袭解决了他，可是精神掌控者下一句话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只见精神掌控者把手放到铁柱的肩膀上说道：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就叫你2号了。为什么是2号？你是1号吗？我是首领，你是第2个宣誓效忠我的尸魔，所以是2号。看来要套这个丧尸的话，看看1号是谁。我是2阶尸魔，我更强大，我应该是1号。1号也是2阶，而且他比你更强大，加入的比你早。我不服，谁能做1号？打一下才知道。1号过来了。待到黑点近些，铁柱才看清这家伙根本不是用脚在跑，而是用触手。这是一个触手怪，背部长着可伸缩的触手，既能当手用，也能当脚用。铁柱，把他也收了，这2个一个也不能放过。我晓得，这2个都不好对付，
得等他们分开了，个个击破。他是2号，但是他想做1号，他要和你打一场。你要和我打一场？当老二你不服？是的，谁行谁不行，打一场才知道。铁柱冲过去，一拳打向触手怪的脸颊，砰！触手怪不躲不闪，硬接了这一下。这一拳铁柱用了8分力，触手怪晃了晃头，看样子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弱鸡，这就是你的力量啊！太弱了。这家伙防御强过自己数倍，这是快到3阶了吧？他为什么这么强？又是如何提升的？铁柱继续攻击，结果四肢和脖子都被滑腻如同蟒蛇一样的触手缠住。就这样，还想当1号？铁柱口鼻窜血，身体一阵抽动，像沙包一样惨遭蹂躏。他时刻注视着触手怪，如果触手怪要赶下杀手，铁柱就立刻唤出骨刺和他拼命。停下吧，他也是我们的同伴。2号，你去弄个大点的容器，弄点水，把你毒牙上的尸毒弄下来一些，放进水桶中。1号，把水桶拎到这个粮仓上面，把水倒进粮仓里。只要人类吃了里边的粮食，就会变成丧尸。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2号饿了就去城里找食物，只要记住别去拉着电网的人类营地就可以了。明天这个时候大家再来这里会合。精神掌控者说完，第一个离开，跑向了新永城。触手怪则跑向了黑风山。铁柱想了想，跟着触手怪跑了过去。举头来喽！哈哈哈。2号，你为什么跟着我？你不是要去找人吃的吗？触手哥，因为我敬仰你啊，感觉你比首领厉害多了。他只会发号施令，首领也很厉害，他会隔空控舞，但是不一定打得过我。是一定打不过触手哥你。刚才和触手哥过招，我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我觉得在整个星球的丧尸圈，触手哥你的战力都是排得上号的。触手怪飘飘然，任由铁柱跟着。两人相谈甚欢，很快到了黑风山。铁柱跟着触手怪进了一个矿洞。你没地方住就去那边待着。铁柱停在另一条岔道处，感觉自己十分精神，像是刚吸收过几十只丧尸。星宇，这地方好像有古怪。检测到这里有强烈的核辐射，核辐射可以加速尸魔族进化。怪不得这家伙这么强，原来坐拥风水宝地啊！铁柱靠在洞壁回忆着传承记忆中尸魔族的基础修炼功法。尸魔炼体诀可吸收身体周围的能量，强化自身。铁柱能够直接吞噬丧尸，更用不上这功法。现在有了放射性物质，他来了兴趣。铁柱，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天亮再动手。说完，铁柱盘坐在地开始修炼。铁柱很快将功法入门，进入修炼状态，丝丝缕缕的能量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进入了他的身体。这里的放射性物质浓度，不知道里面要比这里高多少倍，修炼速度也会快很多倍。怪不得触手怪那么强，他可能离突破不远了。想到这，铁柱决定不等了，现在就行动。举头来喽！偷袭结果的触手怪拿到金盒，发现这里摆放着10个印有辐射标识的金属容器，看起来像是被掩埋的废料。铁柱用手指插入废料中，核废料中的精华立刻被他吸收。吸收完成后，铁柱刚从洞里出来，却听到有人说话：“为什么一定要杀他呢？”铁柱跟他太拽了。今天的精神掌控者有点不一样。星宇，你能否探测出他有没有突破到3阶？探测不出来，除非你们全力打一场。铁柱刚想说不是，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地飘了起来。精神掌控者控制着铁柱的身体，让他没有任何的还手的余地。铁柱，别慌，别反抗。根据我的分析，他有95%的可能性不会嘎你。你要是现在和他翻脸，几乎没有胜算。你个傻狗！刚才你还让我干他来着。他变强了，昨天他控制小狼和微微都费劲，今天他已经可以蹂躏我了。他是不是已经到了3阶？怎么着？能干掉1号就觉得自己可以了，连我的命令也不听了。他应该还没到3阶，但是到了突破的边缘，离3阶不远了。首领，我服了。首领神威盖世，我愿誓死追随，求放过呀！哼！既然你嘎了1号，那么1号的任务就由你来完成。
你去神风营，将神风营的首领打残带过来，我需要他的血肉完成突破。我就在山上等你，你要在天黑之前完成任务。卧槽，这是让我自己抓自己，这任务也太难了，保证完成任务。我召集的尸潮正在攻击神风营，你趁乱把事办了。听到这话，铁柱心头一紧，开始担心营地的安危。他点了点头，转身冲向了新北城。我能从丧尸变回人，全球90%的人口变成丧尸。我重生后居然可以在丧尸和人类不停变换，丧尸不咬我，人类相信我。别人得不到的物资，我可以轻易拿到，丧尸甘愿让我拿他们的晶核。对不起，虾头男铁柱，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不能冒险把你放进来，你爱去哪就去哪吧。阴阳天赋赋予你变化之能。我怎么变成了丧尸啊？我不要变成丧尸，我要变成人啊！结果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发生了变化，直接变成人，但是被丧尸咬破的地方正在飞速流血，变得无法呼吸。念头一转，又变回了丧尸。铁柱想着如何恢复和变强，他的脑海中突然就浮现出了答案：杀死丧尸，用手指刺入其身体，就可以吸取血能和进化元能来强化自己。铁柱找到死去的丧尸，用自己手指刺入丧尸身体。一股如同电流般的能量从食指进入身体，铁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动了2下，只感觉舒爽无比。脖子上的伤口恢复了小半，身体中强烈的饥饿感也消失了，身体力量和灵活度还有小幅度的增强。铁柱走到一个胖胖的丧尸旁，用食指戳了他一下，没有。铁柱绕到胖胖的丧尸身后，抡起锤子砸碎了丧尸的后脑，开始了吸收能量。自己脖子处的豁口很快就恢复如初。在吸取了100只丧尸的能量以后，他感觉自己的速度和力量翻了1倍，最后只剩自己的女友秦岚这一只丧尸。没想到吧，我他妈竟然重生了，拜拜了！解决完教学楼3层的所有丧尸，铁柱一共吸取了249只丧尸，力量和速度增加了2倍多。自己可以自由活动行走了，看来每吸取1只丧尸的力量，自己